说起李白，你可能会想到床前明月光，想到飞流直下3000尺，想到那个敢让高力士脱靴，杨贵妃淹没的狂傲诗仙。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，它不长，却能把李白内心的挣扎、不甘、洒脱和浪漫全都揉在一起，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，淋得你透心凉，又痛快淋漓。这首诗就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，名字有点长，我们慢慢拆开讲。宣州是今天安徽宣城一带，谢眺楼是当时的一座名楼，为了纪念南北朝时的大诗人谢眺而建。校书书云指的是李白的叔叔李云，他担任校书郎的官职，所以标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在宣州的谢眺楼上给我叔叔李云饯行。公元753年，53岁的李白正处于人生的低谷，他曾经被唐玄宗召入长安，以为终于可以实现使桓区大定、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，结果只是被当成御用文人，写粉饰太平的诗歌。3年后，他被赐金放海，说白了就是被赶出了长安。这对心高气傲的李白来说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此后他四处漂泊，理想渐行渐远，生活越来越困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来到了宣城，遇到了即将离开的李云，两人在谢眺楼上饮酒话别，李白的万千感慨全都涌上了心头。好，我们先来完整的朗读一遍这首诗，感受一下李白当时的情绪。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俱怀逸星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读完了吗？是不是感觉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又突然豁然开朗？这就是李白的魔力，他用最直白的语言说透了人生最复杂的滋味。我们一句一句来看。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这两句开头就炸裂。李白说，抛弃我而去的是再也留不住的昨天，扰乱我心的是充满烦恼的今天。这哪里像个1000年前的古人说的，分明就是我们现代人发朋友圈的口吻。昨天已经过去，今天全是烦恼。这种大白话，李白在唐朝就说出来了，但你别小看这两句，这里面藏着巨大的痛苦。李白不是在无病呻吟，他真的有昨日可追悔，有烦忧可乱心。那个昨日是什么？是他少年时的凌云壮志，是他长安3年的蹉跎岁月，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情。而今日呢？是理想破灭后的迷茫，是年华老去的焦虑，是看着梦想一点点碎裂的无力感。接下来画风突然一转，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刚才还沉浸在忧愁里，突然看到万里长风送着秋雁南飞，李白就说，面对如此景象，我们正可以在这高楼上畅饮一番。这就是李白，他不会被忧愁困死，他总能找到出口。雁群高飞，长风万里，这么壮阔的画面瞬间把他的心胸打开了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他要借着眼前的风景，借杯中的美酒，暂时逃离那个让他痛苦不堪的现实世界。再看第3联，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这是在夸谁？是在夸李云，也是在夸谢眺，更是在夸自己。蓬莱文章指的是汉代的文章，建安骨指的是建安风骨，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力量、最有骨气的时代。小谢就是谢眺，李白特别崇拜的诗人，说他的诗风清新秀发。李白说，你李云的文章有汉代的底蕴，有建安的风骨，就像谢眺那样清新脱俗。这一通夸
既是抬高对方，也是在暗示我李白的诗也一样有风骨，有清新之气。俱怀一心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这两句是整首诗的高潮，一心是超脱的兴致，壮思是豪壮的情思。李白说，我们都怀有超凡脱俗的兴致，豪情壮志，想要腾飞，简直想要飞上青天去摘取明月。这想象力，这气魄，古今无人能及。揽月是什么感觉？是想要拥抱整个宇宙，是把不可能当成可能。李白不是在说梦话，他是真的相信自己可以，即便在人生最低点，他依然敢想欲上青天揽明月。这就是诗仙的底气。但最绝的是接下来这两句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刚飞到9天之上，瞬间又跌回尘埃里。李白用刀砍水，水不但没断，反而流得更急了。举杯想借酒消愁，结果愁上加愁。这个比喻太妙了，刀砍水，力道越大，水花溅得越高，水流得越快。就像我们越想忘掉一件事，记得越牢，越想摆脱烦恼，烦恼越缠得紧。李白用最日常的动作，说出了最深刻的人生困境。最后全诗落在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上。不称意3个字道尽了所有的不甘和无奈。人生啊，总是不能称心如意，那怎么办？明朝散发弄扁舟，明天我就披散头发，驾一叶小舟，随波逐流去也。这可不是简单的归隐，这是李白式的反抗。朝廷不用我，世俗容不下我，好，那我连头发都不要束了。古人束发是规矩和身份的象征，连岸都不上了，我就在水上飘，飘到哪里算哪里。这是一种我宁可不要这个世界，也不让这个世界改变我的决绝。你看，这短短8句诗，李白把情绪玩得团团转，从苦闷到开阔，从豪放到更深沉的苦闷，最后归于洒脱。就像坐情绪的过山车，最高点有多高，跌落时就有多深，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口，不是妥协，不是屈服，而是用一种更彻底的方式保持自己的高傲与自由。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口语化和音乐感，你读起来每一句都像是在说话，但又比说话更有力量。特别是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简直就是绕口令，但说的那么自然，那么到位。李白把最复杂的情感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出来，这是真正的大家风范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李白这么痛苦？他不是很潇洒吗？其实啊，潇洒的人最痛苦，因为他看得太透，想得太多，又不肯糊弄自己。李白一辈子都想当个政治家，想为君谈笑尽胡沙，但命运偏偏只给了他诗人的身份。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，才是他最大的痛苦来源。他越是想逃离，越是逃不掉，越是想醉，越清醒。但这也正是李白的伟大之处，他没有把痛苦藏起来，而是直接写给你看。他不怕让你知道，诗仙也会愁，也会烦，也会觉得人生不称意，可他最后选择的不是沉沦，而是散发弄扁舟。这种在绝望中依然保持尊严的姿态，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。这首诗对后世影响巨大，特别是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几乎成了形容愁苦的千古绝唱。现代人压力大的时候，不也会说越喝越愁，越想忘越忘不了吗？李白早就把这种感觉用最精准的语言定格下来了。而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，更是成了无数诗意文人的精神寄托。每当现实让人喘不过气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李白这句话，然后告诉自己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弄扁舟去。所以这首诗既是李白的个人独白，
也是给所有失意者的一剂良药。它告诉我们，痛苦是正常的，烦恼是真实的，但最终我们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。你可以选择继续苦闷，也可以选择像李白一样，用一种更洒脱的姿态去对抗那个让你不称意的世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